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猫咪用品的好物分享。双11快到了，今天呢，我是来给大家种草的。这一些今天我会提到的物品呢，都是今年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用的猫咪用品，推荐给大家。第一个 category 是铲屎类型的，首先来跟大家推荐 Litter Locker， 它的主打就是它可以非常好的隔臭，它其实非常适用于矿砂的猫砂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冲马桶的一些猫砂，就是我们是用它来丢豆腐砂的。大家如果不是冲马桶的那一挂，是丢猫砂的那一挂，都会知道猫砂一旦放久了，味道真的是会非常的浓烈，无论你把纸袋绑到如何的紧，都会有真正的味道飘出来。这一个 Litter Locker 它非常的隔臭，2个礼拜都不丢猫砂的情况下，你在它隔壁你都不会闻到任何的臭味，0，真的觉得它很厉害。安装使用上来都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顺手。它就只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垃圾袋很贵，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圈，然后这个圈呢，你直接放在那个桶的上面，每一次你丢的时候，你就是这边往下丢，然后这边你是自己打一个死结，所以每一次你用完了之后呢，那个桶里面其实是自带一个刀片的，大概你只是用到这一边，你把这边割掉，上面这边你再绑一个死结，这一袋你就可以拿去丢了。剩下的呢，你就再绑一个死结，再拉下来，直接继续用了。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垃圾袋。我so far是还没有试过找一些 hack， 看看能不能怎样用自己的垃圾袋放进去使用。如果有试过使用自己垃圾袋的同学，可以留言给我知道。下一个我要推荐的其实是一个猫砂盆。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使用 Cattit 的那一款开放式的最大号的那个猫砂盆。其实我们有几个那个 Cattit 的猫砂盆都差不多用了大概2年了，然后也是时候换了，因为底部有一点花。最近呢，网上就出现了这一个猫砂盆，就是这一个，我相信有颜值控的朋友们可能都已经刷到过它。这个造型呢，非常像一个韩国的猫砂盆品牌，那个品牌的猫砂盆也是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它有出非常大的尺寸。这个淘宝的平替呢，比那一款便宜很多，但是它暂时只有这一个尺寸。颜色的选择呢，其实讲真的没有那一个来的这么好看，它是有黄色跟紫色的，也是还 OK， 就是蛮可爱的颜色。这一款其实我们是觉得它的底部是比 Cattit 的那一款更加大的，它还有附送这一个猫砂铲，柚子在里面。它的这个弧形是可以蛮完美的铲到它的这个猫砂盆的这些角落，它的边是比 Cattit 那款高蛮多的。如果你的猫咪是那种埋猫砂埋到是非常的卖力的那一种呢，你也不会担心说猫砂会从旁边飞出来。类似这一款的造型，在淘宝上面有蛮多店家都有在卖的，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。当时候我买这一款是觉得这个把手的位置我比较喜欢，有另外一款呢，它的把手的位置其实是在这一边有一个洞的，这一款它的提手是在边边，它2边都有的。接下来第2个 category 就是游戏类的 category。我相信很多人每天都在想如何让他们的猫咪多运动、多动动脑，丰富化他们的生活。我在这边呢就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个叫做嗅闻垫的东西。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形式，大大小小啊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可能有养狗的朋友更加熟悉这一类型的东西，但是其实猫咪也是可以玩嗅闻垫的。我一般会使用比较干一点的零食藏在这个嗅闻垫里面，让它们去嗅，然后去找。当他们在找的同时，他们也是会动动他们的脑筋，去看看怎么样把那些零食从这些小 pocket 跟这些小洞里面取出来，是还蛮有趣的。所以你们如果长期外出，怕猫咪在家里太过无聊的时候呢，放在家里，然后藏一些小零食在里面啊，让他们去消磨一下时间，这样子它清洗上来也蛮方便的，是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去洗的。第2个游戏类型的呢，就是猫隧道。我觉得每一个有养猫的朋友家里应该都会有一个隧道吧，我们家里其实就已经有2个，像是这种的。这个其实是我们其中一款的半个，它还有另外一半是可以2个结起来形成一个圆形的。然后可能你在想说猫咪隧道到底有什么特别？除了分享这个颜色很好看的猫咪隧道之外呢，我也想顺便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猫咪隧道我发现也是可以拿来玩长时的游戏的。这种猫咪隧道的它这些位置都是蛮 flexible 的嘛。平时呢，我会把它们的零食藏在这些坑坑洞洞里面，然后它们就会通过嗅闻去找它们的零食在哪里，然后就在这些隧道穿来穿去，然后去找他们的零食。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。如果你的家像我这样是比较开放类型的，而猫咪它们又比较需要多一点的躲藏空间，你把它塞在你的沙发底下，去增添它们的一些躲藏空间，也是一个蛮好的做法。接下来就是外出用品，因为今年我有开始上一些猫咪的训练课程，然后在课程里面呢，也是有教如何慢慢一步一步的训练猫咪，让它们可以外出，就是所谓的遛猫。要带猫咪外出呢，主要
要就是2样东西嘛，一个就是他们的牵引绳，就他们的背带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猫包。背带呢，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找不到适合他们的体型的，因为马努跟柚子其实他们体型是真的偏长，很多时候市面上的背带像是这种，就是我去年开箱的这一个泽泽的背部的这一个带呢，就是很短，每一次这一个扣在猫咪的头跟这个扣在他们的身体的时候，就会一直往后拉，我就一直在找有没有这个背带这一段距离是比较长一点点的，然后就给我找到了这一款，单独中间的那一段是差不多长1倍的，它的项圈跟它的这个工字背的后面这一条呢是分开的，市面上多数我看到的他们都是这样子固定起来的。这个其实我在买它的时候呢，大家可能可以点进去链接里面看看，它有不同的尺寸，我是因为要中间这一条更长一点呢，所以我选择了比较大的尺寸，但是其实他们的项圈跟那个围在脚的这一边呢，他们是可以拿比较小号一点的，所以我就把大号跟小号都分别买了下来，小条的跟这个中间大条的结合起来使用。其实我要把它穿在这一格也还是可以的，就如果你的猫咪体型更长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它放在这一边。这一个呢，我觉得用起来它们看起来是舒服很多的，它的材质也是蛮好的，也很便宜。下来呢就是他们的外出包，这边马来西亚常年四季都是非常热的嘛，然后如果你带猫咪出门的话，最主要的呢就是通风散热要非常的好。而且我在当时候买这个包包之前呢，我有在猫群里面询问大家推荐怎样类型的猫包，我就贴了几个我当时在看的几个猫包的类型，然后大家给我的主要的建议就是要注意通风，千挑万选下来了，我就买了这2款，使用上来都觉得非常的不错，然后也完全满足就是我想要它非常通风的这个点。第一款就是 Pet Kit 的这一款，这一面还有这一面都可以通风的，然后它的背面呢可以整个打开来延展，就是让它们就算待在里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空间。第2款我买的就是 High Dream 的这个品牌，它也是同样这整面这个卷起来也是一整面都是通风的，这边也一样完全通风，比 Pet Kit 多一点，就是它顶部这边也可以通风。好像柚子它有6kg，背它出去的时候呢，都觉得它整个起来是非常的稳的，也不会觉得它在里面会垂下来之类的，整体上都还蛮好的。如果这2款比起来呢，我觉得如果你的猫咪的体型不是那么长或者不是那么高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 Pet Kit 这一款的宽度比较宽，但是它就比较矮一点点，这整体高度比较矮。High Dream 这一款呢，它这一边比 Pet Kit 的稍微窄一点点，但是它整体的高度就更高。猫咪在里面它是坐起来的话呢，其实柚子的高度在这边是完全 OK 的，而且这2款一样都是3面都可以打开的。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一个就是外出笼，它其实是一个折叠式的，虽然它是一个折叠式的，但是它用起来也是非常的稳的，也不会觉得它随时会脱落还是什么。这个外出笼呢，如果你是想要拐带外面的猫咪回家呢，像是如果你要做 TNR 或者是有小猫咪需要救援啊，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用。它的口是从前面这边打开的，这样子。之前我们在做 TNR 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在这边摆放一些食物，然后猫咪一进去，这个口就可以关起来。到 vet 那边的时候，因为它就是非常的阔，有时候他们在里面完全不用出来，医生也有办法看看他们的情况这样子。我们本身也是以前有用过普通的那种外出笼，用了这个之后呢，其他那种外出笼全部都2手卖掉了，因为这个用来用去还是它最好用。它的前面跟侧边2边都是有洞口的，后面的洞口呢是折一半，所以如果你在带猫咪去医院，它非常害怕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拿一片布把这个外出笼盖起来，再把它带到兽医那边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我想要推荐的就是猫床类型的这个。它其实是算是一个吊床吧，它的说明是它可以固定在就是床边或者是窗边这样子的地方，或者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些矮墙啊，也可以把它放上去。它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，它这边有一个卡扣，这个地方呢就卡在可能你墙壁的边缘，这个地方呢就调节，就是根据你墙壁或者是栏杆的厚度，安装上去其实是非常的简单，而且也非常的稳。它们2个躺在上面都完全没问题。我一般上是把它放在我们后门那边的，后面也看得到鸟，让它们可以在那边chill 这样子的感觉。我有看到一些人把它固定在床框的边边，就可以增加多一个位置，让猫咪晚上的时候可以睡在那边，也是蛮可爱的。好，那这些就是我今年用下来觉得非常不错的猫咪用品。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，拜。